冯老板，我知道你是从来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做筹码的。冯老板是我们的人，你们几个先走吧。回去吧，回去。老板，别杀我！我求你了，别杀我！别杀了我！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！当断则断，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嘛。渡边，这3个一走，整个军统、全天下都知道我冯楚良是叛徒，你安着什么心啊你？我要是不逼你，你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吗？记住，我要的2样东西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小队，集合，撤退。老板，老板！德胜，老板，老板，德胜，老板，没事吧？我们被渡边伏击了。渡边也来了。哎，那警察拿到情报了吗？不清楚。带人过来支援锦囊时候，没想到被渡边给包围了。找人去。是。老板，我扶您上车。
坚持一会儿。燕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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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主编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坚持。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，让他喘口气。唐东年死了，咱们下面的行动应该怎么办？徐兴雄看到，唐宗年在临死前和叶锦堂说过很多话，我想，一定跟情报有关系。怪不得他没有跟上来。这个叶锦堂，一定是又跑到军统那边去了。主编，咱们也太大意了，我就觉得咱们这次行动一定会出问题。明明计划好的，怎么会成这样呢？这应该跟叶锦堂没什么关系，毕竟堵截我们的是渡边。冯楚良和特高科的人在一起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叶锦堂一定把咱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了冯楚良，不然的话，冯楚良不会出现在码头上，渡边也不会提前埋伏在那里。不行，叶锦堂给我们提供的据点，咱们不能去。如果是叶锦堂出卖了我们，那他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和亚楠一起把唐宗年送到码头来。凭叶锦堂的能力，完全可以在半路就下手，得到唐宗年，绝不会让唐宗年死在码头上。我看咱们还是过去看看，让亚楠喘口气。好吧，走。周斌，你看前面有间房子，应该是叶锦堂说的那个地方。就是这间房子吧？咱们走了半天没看到其他的房子，应该是这里。小马，你们俩在这待着。进来吧。走。燕丹，燕丹，他已经重度昏迷，必须马上找到医生。这是枪伤，找医生的话会有麻烦，而且这附近也没有医院，怎么办？谁？是我。他情况怎么样了？伤得重，需要医生。你们帮他简单的处理一下，我想办法找医生。好，越快越好。韩主编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燕丹，什么事儿？今天行动出了问题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只能说抱歉。我现在去帮亚楠找医生，我回来以后，我会把全部的过程告诉你。你是回租界找医生吗？对。这个时候，渡边一定会查得很严，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
叶景堂到现在仍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。突然间，他觉得整个世界被颠覆了过来。他的救命恩人，甚至他视为父亲的冯楚良，竟然是军统的叛徒。是我们的狗，军统的叛徒。叶景堂心里很乱，他无法那么快就接受这样的事实。我知道你是从来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做筹码的。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条件是，你必须把叶景堂给我引出来。他现在能做的，只能是远离冯楚良。他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德仔，别管我了，多派些人去找景堂吧。我已经派人出去了。如果景堂拿到情报的话，他早就该回来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看，你还是把我们寻找他那些暗号啊再贴出去，让他赶紧跟我们联系。好。还有，杜文有可能会防着他们回来，一定会在边界上严加盘查。你去摸摸情况，如果发现景堂的话，就帮着他进租界。好。谁？老徐。进来。老板，怎么样？有景堂消息了吗？还没有他的消息，可能他不打算进租界了。有这个可能。德胜，哎，你多派些人到码头附近再去找找。好。拿到了情报就赶紧回来，不得有误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带到码头的弟兄们都死了。我被渡边包围了。走吧，过去吧。你，安东林和叶景堂很可能会回到租界里的据点。他们有人受了伤，也一定会想办法寻医找药。注意每一个人，发现可疑目标马上盯紧。明白了。冯楚良那边该怎么办？派人盯着他。如果叶景堂拿到情报的话，他一定会交给冯楚良的。您这么做，是想等叶景堂给冯楚良送情报的时候再抓住他？这只是其一。另外，如果冯楚良死了的话，一定会惊动重庆和军统。如果这时候军统派了新的人来，这对于加号计划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。毕竟我们要面临新的对手，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。所以现在冯楚良对我们而言，还是有那么一些可利用价值的。
你。于飞，别回头，去告解室。锦堂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于飞，你得帮我一个忙，就现在。帮什么忙？救一个人。救人？出什么事了？他受了枪伤，你现在必须跟我去一趟。他现在失血过多，去晚的话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现在去拿医药箱，马上就跟你走。受伤的人在哪里？在黄卫岗附近。这么远，怎么过去？现在查得很严，我们只能从小路走过去。谁啊？我。方医生，你好。你好。于飞，人就在那儿。嗯。这不是亚楠吗？他怎么受伤了？这事儿我慢慢跟你说，你先看看他伤重不重。只是失血过多，暂时休克而已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我先帮他取子弹。哦，那你们先出去吧，这里有我就行了。于飞，啊，谢谢你。你怎么把冯楚良的女儿找来了？这样会暴露我们的目标，你知道吗？我保证他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人家是来帮助我们救人的。锦堂，我相信你不会找错人的。别动，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你好好静养就行了。谢谢你。我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锦堂哥带我过来的。哎，你别起来。让我起来。他们人呢？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们都在外面，他们没事的。
我不是说了吗？叫我雨飞就行了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是姐妹了，不是吗？雨飞，这次我们在医院行动，把你吓坏了吧？那天那样的情况，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没事。雨飞，雨飞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这次在医院行动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，又把你卷进来。没关系，只要景堂哥需要我的帮忙，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也愿意。就是挺害怕的。自从上次在医院见到景堂哥以后，我每天都在做礼拜，每天都在祈祷。我不知道景堂哥的枪口会对准谁，谁的枪口又对准了他。我也只能每天祈祷，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的回家。雨飞，你放心吧，金丹一定会没事的。金丹他是一个出色有能力的人，任何困难、任何人都不会打败他。亚楠姐，你们怎么了，雨飞？你想问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害怕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看见这个受伤的人是景堂哥，我不知道我那一刻会不会崩溃。雨飞，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亚楠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我能像你这样这么有本事，我就可以一直陪着景堂哥，陪他出生入死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不再是累赘了，而是一个可以共赴生死的人。至少，我可以知道他要去哪，他准备做什么，甚至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换他的重生。雨飞，这次景堂把你找来给我治疗枪伤，这说明你是景堂心中最值得信赖的人。小马，亚楠的枪伤很严重，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们现在就转移，所以有可能还需要在这里休整几天，再另想办法。你想办法弄点吃的。有我在这放心吧，快去快回。好。冯医生，亚楠的情况怎么样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伤口已经完全处理了，现在只需要好好的休息就行了。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他已经醒过来了，但是他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不能说太多话。好，冯医生，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和锦堂。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们真是束手无策。应该的。谢谢你，于飞。我们之间还用说这个吗？我送你回家吧。嗯。于飞，今天的事儿，你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好吗？我知道。包括德胜和老板。以后你还是少去见景堂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这一来呢，怕你遇到危险；二来，
我发现景堂最近跟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一块儿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景堂还是不是跟以前一样。爸，你难道连景堂哥都不相信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我只是奇怪，你跟亚楠怎么会在一块儿呢？那时候在医院，你们不还是对手吗？今天的事儿，还有这一切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会慢慢讲给你听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呢？你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于飞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亚楠的安全。现在这种情况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于飞，你也一样，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来说就越安全，记住了吗？嗯。景堂哥，我知道，每一次你跟我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再相见。我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，于飞。我之所以选择现在的生活，就是为了让你，还有那些和你一样的人，过上平安快乐的生活。为什么不一样了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们不是对对方都很了解吗？我不信这一切都会改变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更加珍惜。但是于飞，从今天开始起，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，这是你所不能理解的。于飞，听我的话，离开上海，离开这个地方，这儿本来就不属于你。你待得越久，对你造成的伤害就越大。无论是我，德胜，还是你父亲，都不愿意看到你这样。为什么？从我回来以后，你们都跟我说这句话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离开上海，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。也许我本来就不是那个可以跟你共赴生死的人，虽然在我心里无数次的想过要永远留在你身边，但我必须选择离开，我也只能选择离开。对于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，这就够了。你不用送我了，接下来的路我自己走。
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好多了。啊，我已经让小马去找吃的了。你的伤不能动，我们还得在这再待几天。谢谢主编。对了，唐总监情报的事情，叶锦堂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我感觉他情绪有些不大对劲儿，总是一个人在外面发呆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咱们谁也不知道唐宗年到底跟他说了一些什么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去觉悟了。他要是不想说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是啊。别动！你要敢动，我一枪打死他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韩东林，把唐宗年的情报交给我。你是渡边派来的，还是冯楚良的人？这你不用管，把情报交给我。我没有拿到唐宗年的情报。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把情报交给我。主编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没打算杀你们，但如果你们不把情报交给我，你们谁也别活着出去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没有拿到唐宗年的情报。韩东林，这一枪只是警告，我不敢保证第二枪是打在你身上还是打在他身上。把情报交给我。出去。坐。不坐。德胜，你听着，我有我的苦衷。我今天不能把这一切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，更没有背叛你，因为你是我兄弟。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什么不能一起当面说清楚的？锦堂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说，我们一起解决不好吗？可你现在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你就跟他们站在一起。锦堂，你不要忘了你的职责是什么。我知道，我要不是迫于无奈，我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把这一切想清楚。
我现在确实不能告诉你，究竟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。等我想清楚了，我会告诉你，跟你共同去面对。你要我怎么做？赶快走，别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，除你我之外的任何人。有必要我会联系你。那情报呢？你知道情报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情报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我跟你说过了，韩东林已经答应跟我们共享这份情报了，可为什么现在你会在这儿？我给你几天时间，你尽快来找我。你走吧。你多保重。宇飞，怎么刚回来啊？哦，我刚从教堂回来。宇飞，你鞋怎么那么脏啊？出国租借了？我出去办了点事。以后再出去跟我说一声，我送你。知道了，进屋吧。爸。啊，老板。你们俩回来了？既然又快回来，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那我先去换件衣服。好。宇飞。啊？手上那个血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我不知道。老板，这血是我车上的，之前送您。赶紧换衣服去吧。哦，好。好，待会儿吃饭吧。好。小马，啊，一会儿你吃完了，把叶锦堂寄回来，让他吃点东西。我不去，他爱坐哪儿就让他坐那儿好了。还有2口吃了吧？再来点吧。谢谢主编。主编，别关门了，我想透透气。好。叶锦堂，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。你的枪伤还没有痊愈，
这样硬撑着可不行啊。我没事儿。亚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刚喝了一些粥。门怎么开着？亚楠想透透气，实际上想看看你的情绪怎么样。我没事，只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你们。这次行动的失败，我负主要责任。我对敌情的复杂程度没有考虑周全，预案准备的也不够充分。不，是我没保护好唐宗年。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送他上船，可是我没做到。你不是一直对他有些成见吗？他临死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的想做一个洗心革面的好人。尤其是他快死的时候，还在跟我说情报的事。他把情报的事和你说了？说了。他告诉我一组数字。9、4、3、2。9432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统一银行。冯医生。他一直都在叫着冯医生，冯医生。他不想死。你进去休息会儿，我让小马来换你。不用了，你们休息吧，我来做警戒。好，那你赶紧趁热把粥喝了吧。玉飞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让德胜带你去教堂，有车方便多了。怎么了？嘟个嘴。教堂遇到困难是吧？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个饭，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啊。你看这几道菜都是爸亲自下厨做的，好久没吃到爸做的菜了，是不是？景堂哥不在，我们这家人还是没有聚齐。你哥他最近忙，也很难联系上他。这样吧，等你哥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再好好聚一聚，好不好？景堂哥，他是一个人在外面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人的话，爸怎么放心得了啊？有我们的人。你遇见他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他。放心，有我，还有德胜，你景堂哥不会有事儿。是啊，景堂和我经常保持联络，你不用担心他。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说。我要离开上海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明天我先去一趟教会，跟他们说一声。
我想继续出国念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董事，哎，让你明天陪着宇飞去准备准备，该填的、该买的，都该备齐了。不用了，这些我自己准备就行了，不用麻烦你们了。吃饭，好吧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我先上去了。嗯。老板，到书房说。哎，啊，德士，我跟老徐谈一谈，你先坐着吃饭。好。走。关门。锦堂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消息，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回到租界了。奇怪了，可是我们的人离开码头的时候，他们人已经撤了。而且我相信锦堂一定能够突破包围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复命？会不会是因为他受伤了，或者是出现了其他意外情况呢？这紧急告示也贴出去了，知道我们在找他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最坏的结果。希望不是我想象那样。你是说，锦堂拿到那份名单了？唐龙年死的时候跟锦堂在一块儿，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。怎么了，锦堂？有心事儿？有些事儿没想明白，能和我聊聊吗？今天有件事儿没告诉你，是我把护送唐宗年走的消息和时间告诉了冯楚良。我早就想到了，不然
冯楚良不会提前在码头设埋伏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问我？你向你的上级汇报工作无可厚非，毕竟我已经同意了和你们共享情报。你和他说了，这也没什么。我原本想让他们提前埋伏在那儿，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可以支援我。而且我也告诉他，你同意跟我们共享这份情报。我还告诉他，汤宗年在临走的时候会交给我一份军统内部叛徒的名单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冯楚良他们被渡边的人给包围了，最后是你帮他们脱身的吗？不是。那他们是怎么脱身的？方楚良是日本人，在军统的内奸。冯老板是我们的人。我亲耳听到的，亲眼看到。我听到了他跟渡边做过情报交易，我听到了他一直在给日本人出卖情报。我亲眼看到，他为了灭口，亲手杀死了自己3个手下。我求你了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！那3个人，我都认识。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死在我面前。我想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杀他们的人，竟然是冯楚良。可是，如果是冯楚良告诉渡边的，那他不应该在码头上出现，渡边也没有理由包围他。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他知不知道？你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了。应该不知道。汤宗年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渡边并不确定情报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拿走了，所以他不会这样轻易的放弃。再加上余德生已经来过这里，这说明冯楚良也很想得到这份情报。如果照你说的，他要是内奸的话，我担心这里会越来越不安全了。余德生不会说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不会告诉冯楚良。你可以放心。这里毕竟离码头太近，如果渡边进行大范围搜索，这儿很容易被发现。我看，还是换个地方比较稳妥。汤宗年临死前跟你说的关于情报的那几句话，你想出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脑子现在很乱。不过我想过了，我想留在这儿，跟你一起把情报的事情弄清楚。好，金堂，其他的事你就别多想了，你去休息一会儿，这里交给我吧。不用了，我睡不着。怎么这么急着离开上海啊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想回去再学点东西。回来以后才知道，经历那么多事，才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我。今天锦堂都带你到哪儿去了？锦堂，我很久没见他了。玉飞，
能够把你劝离开上海的，我，你爸爸，哼，没这个能力。德胜，更别说了。能够劝你离开上海的，只有景堂。爸，您想多了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您想我回来以后，你们也没有跟我说过任何有关景堂哥的消息。现在我连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我到哪儿去见他呀？是啊，景堂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爸，很久了，我一直有句话想问你。说。你和景堂哥之间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。你想多了。好了，既然你什么都不愿说，那爸也不勉强了。那船票的事儿，德正会给你安排，也就这几天。嗯。早点休息。您也早点休息。嗯。冯玉飞此时想到了唐宗年当时对他的嘱托，可是，当初他明明是看着唐宗年死去的，却又有那么多人说他是诈死。那么这把钥匙该怎么办呢？他找不到唐宗年，而他自己也将离开上海。他唯有将钥匙交给他最信任的人。啊，没伤到筋骨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啊，别告诉宇飞啊，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事，用衣服盖盖就好了。老板，其实这件事儿真的没这个必要。德胜他应该不会怀疑你什么，毕竟他和景堂是你一手带大的。凡事都会有你所控制不住的时候，我的一个都快控制不住了，就万万不能失去第二个了。德胜他在您身边时间久，比景堂好管多了。那可说不准啊，他今天就有些怪怪的。我让他去找景堂和韩东宁，主要就是为了唐东年的情报。可是他一回来，我就发现他心里有事儿。这孩子，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我的。他能瞒你什么呢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今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回来第一件事情你会干什么？当然是汇报情况了。是啊，当然。可是他回来的时候，而且还是跟宇飞一块回来的。他对于任务事情，他只字未提。你说这正常吗？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那些事儿了？还不至于。冯楚良和老徐的谈话，虽然对于冯玉飞来说只是一知半解，但他明白，冯楚良和老徐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秘密，而冯楚良的伤更让他敏感地想到了亚楠的伤势。为什么他们会在同一天执行任务？而且他们都受了伤。冯玉飞有些迷茫了，他知道这把钥匙只能暂时放在自己这里。
哎，亚楠，你躺着别动了。主编，其实我的伤没那么严重，于飞说了，我可以下床活动的。不用，什么事情都等你养好伤再说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给你治伤的那个冯医生，真是冯楚良的女儿吗？是啊。你跟她认识？哦，我们是在共济院认识的，他是唐宗年的主治医生。那我怎么没见过她？啊，那天我要给唐宗年注射针剂的时候，叶锦堂正准备刺杀唐宗年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日本女杀手出现了，劫持了于飞。叶锦堂杀了那个日本女杀手，救了于飞，然后他就被巡捕房的人带出了医院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情况我没有及时向你汇报，因为冯宇飞离开医院以后，我再也没能见过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我挺对不住宇飞的，在医院里跟他共事那么久，好多事情都瞒着他，我还利用过他。那也是没有办法，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主编，叶锦堂虽然和宇飞以兄妹相称，但我知道宇飞一直爱着锦堂。你好好养伤。我们有可能明天还要转移，要辛苦你坚持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得住。主编，以后一定不要让冯宇飞再受到伤害。我们以后的行动，千万不要再把他牵扯进来。放心吧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睡了，你也累了，进去睡吧。不用管我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也不会搞成今天这样。是我欠你。别这么说，没有谁欠谁的，都是并肩战斗的同志。所有的问题，我们都必须一起来面对，一起来解决。你把我当成你们的同志？只要是真心抗日救国的，都是我们的同志。况且，我一开始就肯定了你的为人。可是我把唐宗年逃跑的计划和路线都告诉了冯楚良，以后你还会信我吗？你也没有料到冯楚良就是叛徒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你当然是我们的同志。看来我以后得叫你老同志了。叫什么都可以。唐宗年临死说的那些话，你解读出来了吗？我知道通利银行，这是一家美国银行，在租界里。我在想，那组数字会不会是银行保险箱的密码？如果真的是保险箱的密码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保险箱的密码都是以几组数字的形式存在的。唐宗年告诉你的这组数字是94322，它有可能是94322，或者是94322，它可以多种排列和组合。你觉得我们能猜对的几率有多大？更何况，它也不一定是保险箱的密码。看来唐宗年给我们留下一个大难题。唐宗年手上的这份情报是关于日军加号计划的。我们总部也一直要求我们尽快找到这份情报。据我推测，这是日军一个大的战役。我送你进教堂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宇飞，
不要再去环卫岗见锦堂，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这事儿瞒不了多久。相信老板昨天晚上都已经看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去见过锦堂。你去见过他了？你放心，我答应过锦堂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。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德胜哥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锦堂哥跟爸爸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事儿也是我想知道的。那爸爸的伤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事你知道了？我亲耳听到的。为什么你们之前一直不提这件事？是不是这件事情跟锦堂哥有关系？会不会是他开的枪？于飞，怎么会是锦堂呢？锦堂怎么会向老板开枪呢？是渡边。于飞，这事儿我们不再谈了，好吗？今天晚上我来接你，不要再去见锦堂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德胜送宇飞去教堂了吗？去了。他们有没有去别的地方？他们只是在教堂外说了一会儿话，没别的事儿。怎么？你担心他们有事儿瞒着你？德胜啊，没跟我说实话。可能都已经见过锦堂了。见过锦堂了？嗯。不会吧？他们不会欺骗你的。就算是宇飞不告诉你，那德胜总会把这件事向你汇报吧？现在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锦堂到现在都没回来复命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啊。他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最晚第2天就会和我们的人联系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是不是他受了伤？不可能，在码头我没有看见他受伤。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再等1、2天吧。或许真的遇到什么麻烦。老薛，去帮我办个事儿。什么事？去打听一下，这码头的消息，渡边是从哪里打探来的？行，我马上去。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盯着冯楚良，发现叶锦堂并没有出现过，冯楚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。这很正常。昨天唐宗年一死，叶锦堂一定知道。我们在盯着他们，他不会那么快就露面。对了，除了冯楚良之外，你再找人盯着冯宇飞。说不定，冯楚良会让冯宇飞和叶锦堂碰头拿情报。明白。啊，
明天你再把那个洋棺材给我叫来。怎么，我们还有什么要打听的消息吗？他接触的人多，知道的小道消息也就多。这回码头的事情反映出，什么样的消息渠道都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。这个人留着对我们有用。明天我要再问他一些其他情况，说不定就能推断出叶景堂的下落。科长说的对，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用处。既然他喜欢钱，明天就给他一些，让他以后专门为我们做事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西门的阿三一会儿就来，他又给你准备了几幅李流芳的字画。哦，但他那里收的精品可不多。你以后再帮我问问，看有什么地方还能搞到更好的货色。啊，明白。锦堂，我想了想，要解得出唐宗年说的那几条线索，一定要回租界去，要不然光在这里分析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但目前的问题是，怎么把亚楠带走？我原本想把他留在这里治伤，但现在看来这根本行不通。我已经让马编辑回租界找车了，到时候想办法把他接回去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亚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亚楠，亚楠，他烧得很厉害。看来是受到了感染，得马上送回去治疗，要不然后果严重。这样，我先去找宇飞，你们在这儿先等等我。哎，我看要不这样，移去一回还要耽误时间，不如先转移，直接回租界，然后再找宇飞。这样也行。等小马一回来，我们马上转移。我说阿三呐，就这么几张纸，能这么值钱？你懂什么你？哎，这要碰上识货的，起轿就得5000。几张？不是几张，是1张5000。什么？1张5000？啊！你小子他娘的蒙谁呢？这东西要这么值钱，那我看不出来。难怪渡边不愿意要你的破玩意儿，那是他不识货。你这假的吧？是不是想去糊弄渡边呢？我呸！你不懂就别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。哦，对了，明儿不是渡边找你去吗？你再帮我打听打听，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？他要是就一个劲儿压价，这事儿啊就还有的谈。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是想让我开口？你知道渡边明天叫我去干嘛的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也就是爷我之前随便开了开口，跟他说了点帮会码头的事儿，这不，他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叫我明天去领钱去。阿三呐，不是我说你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你也就赚个跑腿钱。你再看看爷我，
咱吃的这叫开口钱，只要我上嘴皮子下嘴皮子这么一碰，这钱就跟滔滔江水一样往里头流啊，那他挡都挡不住。我说，你小子这胆儿也太大了吧？这情报都敢卖到渡边那儿去了，那有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杨官才告诉渡边的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是从帮会那儿得到的消息，明天就去渡边那儿领赏钱。这个杨官才真他娘的不是东西，竟然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。人家至少还得到好处了，我们呢？哼！你刚才说，渡边最近在收李流芳的字画？对呀，他最近对这方面可感兴趣了，收了不少的好东西。我们这里有什么好货没有？有2幅字画，一直在库房里放着呢，品相绝对上乘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最新的发射器，你可以把它摆在画轴里。渡边不是喜欢李流芳的字画吗？你就想办法让他收下我们的2幅。你想窃听渡边？这行得通吗？他全部心思都摆在那字画上，他哪会注意到这些？啊！再说，就算被他发现，到那个时候，或许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这万一要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再说，我们已经被他逼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不会受到他的牵制。